我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他还猖狂地给我留下纸条，表示我是他最中意的猎物。我尝试过报警或者离开这间公寓，但都失败了，似乎无形中有股力量阻止我这么做。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大门，腐朽的木头窗户，我失落了一会儿，又很快打起精神来。在确认账户的余额充足后，我反手就给5家装修公司打去电话，准备把房间打造得固若金汤。既然我走不出去，那杀人犯也绝对别想进来。这是一篇连续反转的悬疑小说，主人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杀人犯虎视眈眈地在公寓里游荡，而小说在主人公发现邻居甚至过来玩的朋友都在说谎时停在了最精彩也是要解密的地方。当时的我忍不住骂作者真会吊胃口，而此时此刻穿成主人公的我恨不得钻进作者的脑袋里，问他真相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不能搞定杀人犯和其他人，但我可以搞定这个安全系数非常低的房子。我直接请了5家来自各个地方的装修公司，毕竟我这个人疑心非常重，也看过很多惊悚悬疑小说，知道杀人犯很有可能会假扮成装修工人。于是我让5家装修公司相互监工，当然就算是这样，我也会亲自守在旁边，防止这5家公司的人都背着我动手脚。按照这样的方式，家里的大门、窗户、地板、天花板全部改成我要求的规格。卧室里能藏人的大衣柜，还有和地面有巨大缝隙的床铺，全部扔出去，摆上张床垫，我一样可以睡。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当然没有，我还让人在门口安装了监控。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都知道，监控很容易被人动手脚。为了防止可能混进员工中的杀人犯用假视频糊弄我，我像找装修公司一样，找了9家安监控的公司，分3批安装，6个全面隐形摄像头装在我的门口，同样是1家安装，另外2家监督。在他们安装之前，我特地扯了扯每个人的脸皮，防止有之前的装修工人混进来。毕竟这是悬疑小说经常有的套路。终于我的房门前再无死角，但你以为这样就足够安全了吗？这还远远不够。万一杀人犯尝试很多遍后，发现不能进入我的房子，气急败坏之下一把火烧了公寓怎么办？所以我另找了3家装修公司，在天花板上装上灭火装置，只要着火，立马会洒下水来。但仅凭这些是不能对抗一整栋楼的大火，所以我拨通了消防电话，公寓里易燃易爆的物品全部被清出去。我又买了5个灭火器，3个防毒面罩，以防万一。火灾隐患解除了，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还差得远呢。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被躲在暗处的那些人注意到，所以装修前我就在房门前挂上遮掩的帘子，就算他们知道我在做准备，也无能为力。再看看现在这些，你以为已经够了吗？怎么可能？房子虽然已经装得固若金汤了，可里面根本没有食物啊！万一那个杀人犯很有耐心，把我一堵上10天半个月怎么办？我吃什么？万一杀人犯断掉了我的水电，我喝什么？还怎么玩平板？给自己打造了个金笼子，再给自己活活饿死或者憋死，最蠢的死法了。200斤大米，200斤面粉，蔬菜、肉类若干，药品也不能少，桶装水也要，以防万一中的万一。我还买了3只芦丁鸡和10几种水养蔬菜，不麻烦送货的工人，我一个人搬回房间，房间里满满当当，我累得满头大汗，但我没有急着躺下，开启金属红外探测仪，把买回来的东西挨个扫了一遍。万一超市里装货的工人或者送货的工人被杀人犯混进去了呢？幸好我一一检查过后，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发电机安在我的次卧，只要我省着点用，还是能供应我的日常需要。我短暂的休息后继续出门。你以为我房子牢固，食物充足就彻底安全了吗？还差得远呢。经常看悬疑小说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信号屏蔽器是个非常关键的工具，杀人犯有了它，就能让行凶点成为信息孤舟。所以我特地买了2只卫星电话，等我在门内看够杀人犯的表演，反手就是个报警。另外，这种小说的恐惧大部分来源于武力不足，所以棒球棍、镰刀、防爆盾、防爆叉各1支，这些都是以防万一，不到特殊情况我不会用。所有东西运回家，用检测仪一一测过，我这才放下一半心，找出平板下了几10部电视剧和上千本小说，特别是我爱看的《甄嬛传》，我的另一半心也放下来了。精神食粮少不了，一切收拾妥当，我直接躺在床垫上睡了半天。夜色渐黑，他要来了。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提前知道3天后会有一个连环杀人犯潜入公寓，在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后，很快便来到了第3天的夜晚。依依，你在干嘛？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小龙虾。这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好闺蜜，好像叫悠悠。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悠悠对着镜头卖萌，她的手上还提着一个小龙虾的外卖袋，背景是我家1楼大厅的玻璃门，她还真是煞费苦心。
虽然这本短篇小说只更新了一半，但根据前面的剧情，我隐隐能感觉到悠悠她不对劲。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很信任她，可就在他们藏在某个小空间躲避杀人犯时，闺蜜的表情忽然变得很诡异。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和凶手是一伙的，但这次我穿进来了，倒是可以看看这本小说到底是个什么结局。管它是绿茶还是白莲花，都进不来我的房间，伤不了我分毫。想到这里，我立马跑去冰箱拿了可乐和水果，做足了看戏的准备。我刚打开监控视频，悠悠的消息又弹了出来。叶叶，你发现不对劲了吗？照片。这次悠悠发来的是语音，压抑中带着一丝恐惧。好奇心驱使下，我再次打开照片。昏暗的灯光下，悠悠的红唇异常醒目，配上她的大白皮，看上去确实有些瘆人。难道是自己把自己吓到了？我差点笑出声。等等，玻璃上有个人影。我小心翼翼地放大照片，一个穿着楼管衣服的驼背男人显露在反光的玻璃上。我分明看到他意味不明地盯着悠悠，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虽然穿进来不久，可我依稀记得楼管是个女人，难道她就是那个杀人犯？我正想得出神时，悠悠又发来了消息：叶叶，你们楼管把我当成小偷了，你快下来给我解释一下。悠悠带着哭腔，戏份还挺足。我报了你的门牌号，可他不相信我，非得让你下楼来接我。我歪着头看着悠悠的消息一条条顶上来，并没有回复的打算。下一秒，悠悠打来了语音电话，我迟疑了一下，按了接通键。依依啊，你怎么一直不理我？悠悠焦急地开口。刚刚我在洗澡，没看手机。我慢条斯理地回答。老周是你的朋友，麻烦你下楼确认一下。一个阴森低沉的男声突然从电话那端响起。我现在不方便，要不然你先让他回去吧。我嘿嘿一笑，果断挂掉电话。我就想看看接下来悠悠还会掀起什么风浪。果然，他又给我发来消息。依依，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凶？满嘴臭气，看着我不怀好意的笑。我能想象得出悠悠扭曲愤怒的嘴脸，心满意足地灌了2口可乐。既然这样，你就先回去吧，正好我今天不舒服。悠悠几乎秒回。哎，别呀，我还特意给你带了小龙虾呀。我无奈地吐了吐舌头，他还真是执着。没过一会儿，监控里出现了悠悠的身影，他一路狂奔到门口，用力拍着门板。依依，快把门打开，他马上就追过来了，你救我！尽管他的声音里带着焦急，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恐惧。见我迟迟没有动静，悠悠恼了，咬牙切齿地踹了几下门后，牙呲得更大了，应该是疼的。他的囧样让我笑得前仰后合。就在这时，业主群忽然有人发消息，谁家的敲门声这么大？是要拆家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就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家里是没人吗？楼管是干什么吃的？也不知道出来制止一下，物业费算是白交了。我正在群里爬楼，悠悠又发来消息：依依，我这样多扰民，业主都在吐槽了。我100%确定悠悠不在业主群里，他怎么知道群里的消息呢？既然你知道扰民，就赶紧离开，门我是肯定不会开的。什么？楼下忽然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非常大，像是有人用力敲打地面。闺蜜更急了，不停地拍打着门板。快开门呀！他真的有问题，我好害怕。群里的吐槽声越来越多，这是要闹哪样？不仅砸门，还敲墙，赤裸裸的搞事情。到底是谁家？出来冒个泡，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还等着休息呢。楼管呢？赶紧出来！你要是管不了，就赶紧换人。被敲的是403，我家对面，他应该在家，不知道为什么不开门。401的话音刚落，我成了众矢之的，有人疯狂@我，也有人私信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依旧没有发声。几分钟后，潜水许久的楼管终于发声：对不起大家，是我工作的疏忽，我这就过去解决。楼管的话瞬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我松了一口气。你怎么解决？要是再处理不好，我就投诉你。楼管没有再回话，没过一会儿，只是往群里发了一张图片，内容是他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刀。可奇怪的是，刀上似乎用什么给包裹了起来。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你发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可别胡来呀！与此同时，哒哒哒的敲击声离我越来越近。依依，他真的来了！你是想害死我吗？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现在不是了，你要是真害怕，就赶紧离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负责任。悠悠听了我的话后，脸色铁青，表情越来越扭曲。就在这时，驼背的男人从楼梯的拐角走了出来。我意外穿进了门外有杀人犯的小说中，在做了万全的准备后，迎来了第3天的夜晚。现在，杀人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我的公寓。
一只干枯的手掌忽然出现在悠悠的肩膀上，悠悠被吓得惊声尖叫。我捂着嘴看着他的样子，心底不由得暗爽。透过屏幕上，我能看到两个人好像在说些什么，声音很小，透过监控的装置我听不清。而一旁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消息提示的声音。楼管还能不能管了？刚才就是敲门，现在还有尖叫，这个公寓还能不能住了？谁说不是呢？之前那个楼管大姐就很好，治安也特别好。是呀，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我听说是出了什么事。别瞎说，咱们的楼管一直都是安大爷，什么时候有个大姐了？果然没错，这里以前确实是一名大姐在做楼管。我立刻盯紧手机，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信息。刚才有一个小姑娘迷路了，咱们楼道有些暗，是我突然出现吓到她了，现在已经没事了。天色不早了，大家早些休息。下回你要注意点，不然我们白交物业费了。邻居们晚安。而悠悠也在手机上给我发了2条消息。爷爷，小龙虾我放在门口了，既然你不愿意见我也没关系，但是龙虾记得吃，你是最喜欢吃龙虾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最好的闺蜜。听着闺蜜做作的声音，我让她赶紧回家。虽然听起来像是和我诀别一般，但我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紧盯着聊天记录，此时群里寂静无声。明明之前这个楼管发过拿刀的照片，为什么这个事情被大家忽略了呢？还有，明明楼管是个女人，为什么401说他是男的？难道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果然小说中说的没错，邻居们也不是什么好人。看了半天戏，我肚子也有些饿了，想了想，我转身去身后准备拿点东西吃。可就在此时，我突然注意到我买了还没来得及吃的维 C 片好像有被打开的痕迹，这是什么情况？我明明已经对所有物资都做过检查，可我也并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我赶忙打开了药品，发现里面的药片变成胶囊，于是来到网上寻找这种胶囊的药效，发现这种胶囊竟然是治疗精神类的药物，如果正常人服用的话，会对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看到这，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我检查了一下整个家里，发现根本没有被人侵入的痕迹，但是厨房的刀竟然也少了一把。我猛然翻看手机，这才发现楼管手里的刀正是我家的那一把。为什么他会有我家的刀？我的思绪有些混乱，看着时间慢慢靠近12点。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坚信杀人犯一定会出现，我紧紧盯着监控，可能是这几天的疲惫，也可能是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困意逐渐袭来。为了精神一点，我来到客厅的桌上拿些咖啡，在准备去冲咖啡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桌上杀人犯留给我的字条。下意识间，我再次拿起了纸条，而这次我看着上面的文字，总觉得有些眼熟。文字的一笔一画，它仿佛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立刻拿起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了相同的话，一模一样。那个杀手写字和我一模一样。无数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展开延伸，我好像将一切串联了起来。无数画面忽然渐渐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而困意如同洪水一般再次向我袭来，而我仿佛也听到了那个声音：你是我最中意的猎物。原来主人公才是那个恶魔，准确地说是他的另一个人格。而闺蜜悠悠、邻居，包括那个男楼管，演的这出戏都是为了救主人公。我拼尽全力跑向门口，我应该打开这扇门，这样我才能救出主人公，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门开了，队长，门开了。一睁眼，我离开了杀人犯小说的世界，回想着剧情中的种种，有些感叹，也不知道我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小说的走向。当我打开小说，发现故事已经到了结尾的地方，只见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女主最后被控制了起来，积极接受治疗。闺蜜悠悠满脸担忧地看着她，女楼管所幸并没有被伤到要害，很快就出院了，但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在阴暗处，悠悠又露出了阴沉邪恶的笑容。